小屋包窗纱，迎来了晚霞。眼看夕阳正要躺下，吩咐泪抹吧，默契都散洒，还望手帕带我传达。采朵小黄花，放飞入水崖，此生远处为爱守家。如诗的年华，乱之中太奢华。谁执手帕换一袭马？你莫笑我傻，命运爱戏耍，你就笑我傻。爱里放手才可能伟大。你若笑我傻，奈何谁都知晓路会走到哪。谁的手帕雨中牵挂？不如设法提早给他回答。这高原空气清新，气候凉爽，来这里小休几天是最好不过了。坐了一天车，累坏了吧？还好。大伯和大伯母呢？主任，我们接到情报，洪当勇回来了。他们没来。敏儿，我是一番好意。你这些日子以来，为公司日夜忙碌，连星期天也回去上班。爸妈看在眼里，心痛得很。劝你休息，你又不听。我知道，你是想用工作来麻醉自己。你要去哪里啊？回新加坡。这里是高原，交通不方便，何况现在很快就要入夜了，这里晚上没有路灯，伸手不见五指，时不时还会有动物跑出来，一个人很危险的。你先在这里过一夜，你明天如果还执意要离开，我会送你回去。我先帮你把行李拿上楼。郑大哥，郑大哥，郑大哥，大炮，胡家到底怎么了？他刚才一直灌酒，好像不要命啊！郑大哥。郑大哥，你不要再喝了！你来干什么？郑大哥，你再喝会把命给丢了。走开！大炮，你先回去，我来劝他。拜托你了，明慧小姐，你要救嘉哥啊！你回去吧。嗯。你不能这样下去了。你看看你自己，振作起来吧。我相信唐雪妹在九泉之下，
看到你这个样子也不会安息的。你知道唐水梅死得有多惨吗？好不容易才找到一个好对象，快要当个新娘子，我干嘛能有那么多事？任她做什么？结拜妹妹，帮她办嫁妆。这个混蛋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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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说混蛋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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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要再谴责自己了。你为唐水妹找到好的对象而感到开心，你帮她办嫁妆都是出自一番好意。没有人，真的是没有人能预料到会发生这样的事。错，你错了。我早就预料到，把一个会向我在乎的人下手，可是我偏偏却让唐水妹去送死。你干嘛？我进来看看你醒了没有，看你睡得那么熟，不忍心叫醒你。我明明锁了门，你怎么进来的？我有房门的钥匙啊，我怕吵醒你，所以没敲门就进来了。请你出去。敏儿，你别生气啊，我是真的不想吵醒你，真的没有一时不好的念头。出去。好。吃早餐吧。你现在就要走？请你送我回去。你这么急着回新加坡干嘛？去见当勇吗？当勇回来了。对，当勇回来了。他没联络你吗？你在石头叔和鸭之婶婶面前，答应跟当勇一刀两断，从此不再见他。我没理由不相信你，但是当勇却另当别论。今时今日的他，已经不再是满腔热血的青年，他是地下统一战线的领袖。为了达到政治目的，他会不择手段，包括利用你、牺牲你。为了保护你，我必须让他无法接近你。所以，你不能回新加坡，直到当勇落网为止。你要把我囚禁在这里？不，你在这里是自由的，你可以任意行动，
这里只有一条路通往山下，那里有人守着，没有我的批准，任何人一概不能进出。这跟囚禁有什么两样？你对我的误解真的是太深了。我的一番好意，在你的口中却是如此的不堪。如果你不是我关心的人，我何必煞费苦心带你来这里？在我们来这里的途中，一项大规模的行动正悄悄地展开。一些政党里的左派势力、激进的公运分子、记者都被逮捕了。可以说，当勇他们受到沉重的一击。还是别谈这话题了，我们好久没相聚了，应该趁这机会好好聚一聚，聊一聊。比如说，聊你的身世之谜。胡佳，胡佳，胡佳，你没事吧？我不会再喝酒了。如果再喝酒，就不能帮唐水妹报仇。你不应该这么想。你能觉悟到不能再继续喝下去是对的，可是你不应该有报仇的想法。难道唐水妹的仇就不必报吗？那些残害唐水妹的人，自有天收拾他们。天收拾他们。如果老天真的是有眼，唐水妹就不会死得那么凄惨。当我从火场把唐水妹抱出来的那一刻，我就告诉我自己，胡家接下来什么都不干，就只专心为唐水妹报仇。可是不管我用什么办法，都找不到白狗，也找不到铁子。你口中说了上天不是在帮我，他是在帮铁子和白狗那两个混蛋的。你冷静一点，听我说。我相信唐水妹最想看到的，不是你为她报仇，而是你及时改邪归正，离开黑道，过正常人的生活。你回来吧，以张家的身份回来。如果你担心黑帮纠缠不休，你可以离开这里，我们可以帮你安排你到外地生活。胡佳，胡佳，胡佳！当时你手上紧紧握着一张信笺，上面写着：“本人无力抚养这个孩子，希望兄弟经由的头家能好心收养。”这些往事，你都听说过了，对吗？我接下来要说的，是你不知道的事。其实当时二叔曾经托人去寻找你亲生父母的下落。二叔心地善良，他始终觉得不能因为自己有钱就夺走别人的骨肉。如果对方有困难，他愿意在金钱上给予帮助。但是，当他知道你亲生母亲的身份后，他就不再坚持了。
我的生母是什么人？她是个妓女。你胡说！这是我亲耳听到二叔说的。他在很多年后才把这件事告诉我爸，不巧被我听到了。二叔二婶觉得把你留在他们的身边，比交回给一个妓女是个更明智的决定。虽然你是那妓女的亲生女儿。你够了！你为什么要告诉我？为什么要让我知道我是个妓女的女儿？你是不是要让我觉得我亲生母亲是个妓女，所以我很低贱？不，恰恰相反。一个人要清楚自己的来处后，才能让自己活得更有尊严。当然，你心里会很痛苦，很难受。我要告诉你的就是，即使有人知道你的身世，唾骂你、侮辱你，你也不用当一回事，因为那都是一些无关痛痒的人。但是你最亲的人除外，他们一个鄙视的眼神，一句轻蔑的话语，都会像一把利刃，深深地抽进你的心。你最亲的人，本来就应该跟你同甘共苦，患难与共。但是，在我最寂寞、最需要支持的时候，我最亲的人却选择跟我划清界限，甚至视我为不共戴天的仇人。没错，那就是身为我妻子的明慧，身为我妹妹的你。我知道，我曾经向你坦白过我对你的感情，那让你一时间无法接受。我决定跟明慧结婚后，就告诉自己，要把对你的感情深深地埋藏在心里，从此全心全意地爱明慧。但是，他崇拜他哥哥，洪党勇在他心中比我还重要。他无法原谅我对付他哥哥，所以从结婚的那一天开始，他就不让我接近他。我们空有夫妻之名，却没有夫妻之实啊！我知道，我已经失去明慧了，她再也不会回到我身边。明慧还是关心你、爱你的。不，她不爱我，她恨我，她就像其他人一样恨我入骨。我已经失去了明慧，我不能再失去你了。你疯了！你是孤儿，被父母遗弃的孤儿。二叔二婶死了，党勇爱惜他的革命事业多过你，只有我会加倍的疼爱你，珍惜你。你可以留在这风景优美的地方，离开那乌烟瘴气的城市。我会常常过来陪你的。真的疯了！米娜，米娜，米娜，米娜！
别白费心机了。你就算到了山下，看守的人也不会让你离开的。放开我！我不会让你再被同当友利用了。放开我！米德，你忘了上会的暴动，你差一点丢了命吗？这就是当友会不顾一切，连你都可以牺牲的证据。我阻止你是为了你好，你明不明白啊？我的命运我自己掌握。不，从今天开始，你的命运我来掌握。放开我！你疯了！你真的疯了！放开我！你这个疯的人是你，是明慧，是洪当友啊！你放开我！放开我！我这么做，放开我！是为了你好。张大哥，听说铁子跑到神楼避风头了。铁子很狡猾，所以连他最亲近的手下都不知道他的下落啊。白狗呢？到现在都没有人知道他躲在哪里。那就把他地盘抢过来。不行啊，大哥，红毛高官已经放话，说我们敢动七宗门的地盘。就让小义堂灰飞烟灭啊！嘉哥，君子报仇，10年未晚啊！现在你是堂主还是我是堂主啊？嘉哥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你再给我多一点时间，我一定把白狗的行踪查出来的。有钱能使鬼推磨。你放风声出去，有谁来通风报信？铁齿2000，白狗3000，我胡家1分钱也不会少给。是，嘉哥。嘉哥。明慧小姐，我有话要跟你说。你烦不烦啊？我不是叫你走得远远的吗？以后不要出现在这条街上。你耳聋啊？我说，我有话要跟你说。说什么？说你爱我是不是啊？对不起，你爱我，我不爱你，所以请你走得远远的。一个女人搞得自己那么廉价，在街上等男人，怎么？你芳心寂寞，没男人会死啊？前扁后又扁，一点肉都没有。看得我一点胃口都没有啊！啊！不过我的兄弟里有几个都是猛男啊，你随便你挑一个。还有个最厉害就是伺候女人的了，外号叫做一夜气次郎，要不要他陪你啊？啊！以后不要让这个女人踩进小义堂的地盘。是，嘉哥。张燕她还没回来。她回来了，我让她打电话回家。知道了，妈，再见。今天不必去医院吗？敏儿呢？爸说你昨天到公司接走了敏儿，我刚打电话给妈，她说敏儿还没回家。你到底把她带去哪里了？今天是什么日子？你竟然开口跟我说话？
看来我是鸿运当头了。敏儿，他在哪里？你放心，他很安全，从来没那么安全过。你怎么忽然把他带走？为什么你要用带走这字眼？你以为敏儿还是3岁小孩？她是个大人，有行动的自由。如果她不愿意，我能带得走她吗？他在哪里？我要见他。你想见她干什么？又想拉她去参加活动，为你的党招兵买马？我跟你说过，我没有参与政治。敏儿是去帮人看信写信，也跟政治无关。你以为我会相信你吗？他到底在哪里？敏儿是我妹妹，她有我照顾，不需要你操心。你能视你哥哥为英雄，为了他，不惜跟我决裂。我也能视我妹妹为珍宝，不容你们兄妹毁掉她。Dr. Thomas 有个病人要转到妇产科，帮我看一下有没有空的床位。好的。如果有，帮我安排一下。好的。怎么样？应该还有一张病床。帮我安排一下。谢了。明慧，帮我把这个交给 Dr. Thomas。没问题。客人坐在那边很久了。戴帽子的那个吗？我过去看看。先生，你是来看医生的吗？如果是，你跟我来填表格吧。爸妈怎么样了？爸的身体还算硬朗，妈是一天不如一天。我相信妈能够撑到今天，是因为她希望能够看到你回家。她最放心不下的人就是你。哥，你回家看看她吧。我也很想回去看生我养我的母亲，但是我不能冒这个险。敏，她还好吗？敏儿不再当老师了，她现在在大伯的公司上班。还有，爸妈为了敏儿的幸福着想，要她和你断绝关系。在爸妈的坚持下，她尽管百般不愿意，最后还是答应了。其实这也是我希望看到的。我根本没法给她任何承诺，要她等我，是非常残酷的事。我不会再见她了。你帮她介绍个好对象。介绍过了，她连照片都不想看，更别说和人家见面。我想，她这辈子是不会跟别人了。你劝劝她吧。人生苦短，青春转眼就是。像她这么好的女孩，应该有个幸福的家庭。
张燕对你好吗？有时候我觉得老天真爱开玩笑，两个互相敌视的人，竟然是童年好友，其中一个还成了妹夫。我真的希望你们能够放下彼此的歧见。如果他能及时回头，不再为虎作伥，我们还可以见个面，好好谈谈。不过他不止没有收敛，反而变本加厉。他这次依次逮捕了35个人，他以对付左派分子为名，其实是在为现有的政权铺路，为自己年底的选举移走绊脚石。对不起，我本来不想跟你说这些的，毕竟他现在是你丈夫。我们是兄妹，有什么不能说的？好，那我就把心里的话说一说。现在的局势越来越险峻，我们努力奋斗了那么久，可是独立自主还是遥遥无期。我希望你能在这个关键时刻，积极参与政党活动，并且争取成为领袖。在必要的时候，挺身而出，为人民谋福利。哥，你应该很了解我。我从小就不喜欢纷争，而政治离不开纷争。我只希望有一天，在这里生活的每一个人，都可以不分种族、语言、文化、出身，只要竭尽所能，就有机会出人头地。至于由谁带领我们实现这个目标，就老百姓手中的一票来决定吧。哥，我们等你回家。明慧，我希望你能了解，有些事我即使不愿意，但不得不去执行。我必须服从组织的指示。你告诉张燕，叫她好自为之。有些事我即使不愿意，但不得不去执行。我必须服从组织的指示。你告诉张燕，叫她好自为之。亲爱的，你什么时候要娶我？我什么时候说过要娶你了？啊？你真坏，答应人家的事情那么快就不稳账。凡事啊都要讲证据的嘛。我什么时候说过？在哪里说过？啊？你欺负人，不理你了。好好好，啊，
今天就娶你。今晚呢，就是我们的洞房花烛夜了。嗯，夫人，扶他出去。是。喂，你是哪家的啊？懂不懂规矩？抢客抢到这里来了。她是张主任的夫人。没错，夫人，她就是我的夫人，你看清楚了吧？我的夫人比你漂亮几百倍啊！我怎么会娶你啊，笨女人！既然你的夫人那么漂亮，你为什么还要来找我？小高，还等什么？扶他出去。是。小高，这今天太阳是不是从西边升起啊？要不然，我老婆怎么会出现在我眼前？你帮我看看，她是不是我老婆？小高，开车。是。那太阳真的是从西边升起了，老婆。明慧，明慧，明慧，你醒醒啊！你不要吓我啊，明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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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明慧，我来帮你。医生说你很幸运，子弹穿过肌肉，没伤到筋骨。但是，真正幸运的人是我。如果不是你及时把我推开，帮我挡了那一颗子弹，我现在就不会在这。谢谢你，明慧。我不仅仅是感激，而且很欣慰。你还是关心我，还是念夫妻之情。你能不能告诉我，这次想刺杀我的人是谁？是当勇，还是胡家？我不知道。不，你因为知道我有危险，才会赶到夜总会那种地方找我，所以你是知道谁要对我不利的。告诉我，是当勇，还是胡家？或者他们两个都有份？为什么一定是他们两个？你这些日子树敌还不够多吗？如果是其他人要我死，你不可能会知道的。你应该为能够保住你这条命而感到庆幸，
而不是去追究到底是谁想杀你。你这次能够逃过一劫，那下一次呢？你现在该想的是你自己的未来。关于我的未来，你有什么建议吗？马上辞去政治部主任的职位。如果你急流勇退，也许我们可以重新开始。不，年底就要选举了，我不能在这个时候抽身而退，一走了之啊！原来你的仕途比我们的关系还要重要。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不能当个逃兵，在这个重要时刻临阵脱逃。明慧，再给我多一点时间好吗？你已经没有时间了。你认为现在的政权能够维持多久？一个和人民距离越来越远的政权，倒台是必然的命运。我好不容易走到这一步，眼看距离目标只有一步之遥。我如果现在放弃的话，那我就什么都没有了。你到底想要什么？一个人要发挥所长，要大展拳脚，要实现理想和抱负，唯一的办法就是让自己的地位扶摇直上。你真的被权力熏昏头脑了？没有权力，就什么事都干不了啊！明慧，现在船已经开到海面，眼前是一片茫茫大海。这个时候想下船，已经是不可能的事了。我的当务之急，就是清除眼前的障碍，让船顺利地航向终点。你如果真的想帮我，那就告诉我，想置我于死地的人是谁？你就算不说，我也会把他们揪出来。谁守着家人凭思念洒？看那岁月留下一抹晚霞，青丝变白发。雨雨泪下，回忆沙哑，转眼又一夏。笑颜滚烫脸颊，模糊妆纱，苍老了年华。那暴雨就快要狠狠地落下。我还在等待着你一个回答。